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小城大事原著作者趙麗穎演的李秋萍充滿朝氣。1月23日電創作報告文學要一點點勾勒，一點點理順的在讀懂人物之後才能下筆。近日，魯迅文學獎得主、報告文學作家朱小軍在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如是說道。他也是熱播劇《小城大事》的原著作者。該劇改編自朱小軍創作的報告文學《中國農民城》，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。自開播以來，有關內容、熱度等方面的多個話題登上熱搜。該劇改編效果如何？身為原著作者，有哪些追劇感受？報告文學創作有哪些訣竅？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，朱小軍對上述問題一一做出回應。改編抓住原著的魂，我很滿意。提到電視劇《小城大事》，朱小軍給出了上述回答。電視劇和文學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，有改動比較大的地方，是能理解的。雙引號，他坦率地告訴記者，在沒看到劇情之前，心裡多少有些忐忑，總擔心會有大改大動，導致故事距離真實的東西相對有點遠。追劇之後，心徹底放下了。沒想到編劇編成這樣，演員演成這樣。他很認可這次改編，劇中有很多源自真實情況的內容，但又不是原樣照搬，而是將其進行細緻拆解後，再一點點重新編織起來。所以在追劇的過程中，人物、劇情等很多方面的細節，總會給朱小軍帶來一些驚喜，令他想到那些真真切切存在的人和事。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劇中李秋萍有個畫圖的情節。朱小軍說，原著裡的謝芳明也是如此。謝芳明是一位優秀的大學畢業生，繪圖能力很強，為原著中龍崗的建設出了很多力。角色塑造的如何，往往會影響到一部劇的質感。在他看來，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身上有一股朝氣，有想法且腳踏實地，自主意識非常強，體現了改革開放初期大學生的精神面貌。作為一名幹部，鄭德成很有群眾基礎，有頭腦，有擔當，又充滿熱情，包括縣委書記等人在內，演員們演得都很好。朱小軍認為這次改編很不錯，基本抓住了原著內容的魂。報告文學怎麼寫？說起來，如今距離中國農民城的首發已經差不多過去了4年時間。這部報告文學作品以浙江龍崗的發展為主線，全面講述了幾個小漁村成長為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的真實歷史。提到創作過程，朱小軍至今記憶猶新。2019年11月，他動身前往龍崗，準備寫一寫這裡的故事。得知我是作家，龍崗當地有很多人來找我，分享自己的故事，也積極幫我尋找合適的採訪對象。為了盡可能還原龍崗的發展歷程，朱小軍進行深度調研，採訪了近100人，查閱大量文獻資料，花了大約2年時間完成書稿。這是我寫作生涯中最為艱難的一次創作，但是我覺得非常值得。他曾如此總結道。提及報告文學的創作方法，朱小軍分享了創作《中國農民城》期間的故事。他認為，寫報告文學需要細心和耐心，採訪時一定要注意甄別內容，盡可能避免誤差。當時採訪錄音非常多，裡邊又有好幾種方言，再加上受訪人的記憶可能出現偏差，我就一點點耐心整理、核對，找出不符合邏輯的地方，反覆採訪，爭取彈出細節。他說，這個過程花費了朱小軍大量精力。在採訪過程中，他也發現很多當地人頭腦靈很活，有一種敢為人先的精神。如果遇到問題，他們第一時間想的是
怎麼把這件事盡力做成。他將這種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寫進《中國農民城》，在文中塑造了許多鮮活的角色。朱小軍認為，報告文學的寫作是不一樣的，採訪調研必須扎實，內容要一點點勾勒，一點點理順，讀懂人物之後再下筆。2. 一個有潔癖的導演如何被小城大事點燃創作熱情，既能捕捉現實主義的深刻，也能駕馭古裝傳奇的磅礴。入行20餘載，導演孫浩憑借《大男當婚》《加油吧實習生》《慶餘年》等兼具熱度與口碑的劇集，成為備受市場與觀眾認可的實力派導演。這樣一位正值當打之年的創作者，卻對澎湃新聞記者坦言，因為潔癖太低產，時常被團隊勸說多多開工。潔癖體現在哪？孫浩表示，心裡有橫豎2道尺的標準，既要適配市場，避免作品無人問津，更要打動自己，不跟風追逐流行。正在央視8套、騰訊視頻熱播的時代熱血群像劇《小城大事》，正是一部讓他一見故事便動心、投入十足創作熱情的作品。小城大事海報。小城大事以20世紀80年代平川縣設立粵海鎮為背景，講述基層幹部李秋平與鄭德成帶領農民通過以集資合夥的創舉，在灘塗之上建起一座現代化的城市，幾十萬農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變。孫浩用他一貫擅長的清晰步調與細膩筆觸，刻畫出粵海人民有血有肉的鮮活群像。在他的鏡頭下，不見壓抑與內耗，而是一股股迎難而上、越幹越勇的燦爛勁頭。大家在歡聲笑語中觸摸時代的溫度，拾起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。為呈現粵海鎮灘塗上建成的建設現場，劇組花了2-3個月沿長江以南採景，又敲定6處搭景，130處改景，力求通過視聽語言展現那個生機勃勃的年代。不少拍攝場景與道具細節融入了孫浩自己的時代記憶，演員第一次進入政府大院的主場景時，也都被各個角落細緻入微的真實感所震驚。為什麼要把年代戲做得苦大仇深，不能多一些輕快明亮的底色呢？孫浩堅持沉重話題輕鬆講，即便那段歲月的親歷者經歷過萬般的苦，也要用甜的方式去呈現，傳遞給觀眾積極樂觀的能量。在孫浩看來，如今我們的國家日新月異，人民生活蒸蒸日上，回望昔日的艱辛，粵海經歷的困難重重，只是人們被固有的認知暫時局限了。那些當初仿佛天都塌下來的大事，如今想來反倒讓人會心一笑。這份喜感並非在消解艱難，而是源於對時代向前欣欣向榮的篤定與自豪。看到小城大事第一眼就被故事打動。澎湃新聞為何接拍小城大事這個項目？孫浩，我是個創作節奏偏慢、比較低產的導演，團隊的人也常勸我多開工，但我挑項目有點潔癖，既要適配市場，避免作品無人問津，更要打動自己，不跟風追逐流行。如果碰到題材不錯、劇本沒過關的項目，我會把它們先埋土裡，等劇本更加成熟再挖出來。遇到小城大事是在《慶餘年2》的後期階段，第一眼看到這個故事，我立刻被吸引了。改革開放初期，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，2名基層幹部借助改革開放政策和中央1號文件找到辦法，在沒用國家1分錢的情況下，帶領群眾從無到有建起一座城。我感到自己作為導演的細胞已經興奮起來了，但要把這個故事拍成影視劇，需要提煉出更多戲劇性的東西。對此，出品方也非常認同，放手讓我創作。於是我帶着主創們親自去看劇中小城的原型是怎樣一片土地。澎湃新聞實地採風後，你有怎樣的見聞？有沒有加入劇集創作？孫浩，去到溫州那邊後，我真切感受到了浙江沿海的富足。
當地老鄉告訴我，過去村裡有些幹不了重活的人，比如身體有缺陷、智力上有障礙，靠給漁船剝蝦殼，一年少說也能掙到2萬塊。要知道，那時候內地萬元戶還是很稀罕的。這個細節，我後來用到了小城大事裡。鄭德成書記組織大家剝蝦殼，給鄉親們創收。我原本擔心開會的氣氛大家正襟危坐會看着枯燥，現在大夥一邊剝着蝦，一邊布置工作，多了很多煙火氣。還有李秋平，他的很多形象與性格上的特點，他的堅定果敢，他的高瞻遠矚，提煉自當地的一些女性企業家。在競選鎮委書記的演講中，李秋平提出要在粵海鎮修建30至40米寬的主幹道，並預言未來30年私家車將普及千家萬戶。這是因為他留過學，見過更廣闊的世界，他能跳出當下的局限，用世界級的眼光布局粵海鎮。這個道路規劃的細節也是我們在當地採風時，從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口中得到，足見他們的前瞻性。包括李秋平男友的母親費盡心思給他謀到糧食局的工作，他沒有當場駁了長輩的面子，說想再考慮考慮。可一轉身他就明確表態，絕對不會去糧食局，因為在他看來，糧站早晚會被時代淘汰，糧票也會退出歷史舞台。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農村背景下，大家還在摸着石頭過河。李秋平的這些遠見被認為是激進的，簡直天方夜譚。澎湃新聞劇中是否有一些細節和故事，來自你的時代記憶和人生經歷？孫浩，我是86級的大學生，那個年代流行的髮型、服裝、玩的、看的，樁樁件件我都還記得。而且那會兒我正好生活在南方，對南方的風物也很熟悉。比如小城大事裡的大澡堂，屬於在南方很少見，是從北方遷移過去的單位還留着的那種。細心的觀眾會發現，澡堂的池子裡頭還泡着一些竹器，比如竹椅，剛買回來時還是青色的，靠高溫浸泡才能褪去青色，變得耐用。於是就有了這麼一幕，人們和竹椅一起泡在池子裡，甚至可以坐在椅子上邊泡邊聊。這些生活化的場景都來自我的親身經歷，也幫我們跳出了開會只能在會議室的刻板印象。一群人在澡堂坦誠相見地聊生活、談工作，多有意思。澎湃新聞，你之前提到我們不太懂的年輕人了，這次創作小城大事，是否會加入一些能引發年輕人共鳴的設計？孫浩，其實我到現在也不敢說自己有多懂年輕人，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抱着與大家平等交流，而非說教的想法。在創作時，我們沒有想着刻意煽情或者制造衝突，不想傷害大家對那個年代的美好想象，只是輕輕撩撥一下觀眾的記憶，讓大家能從中感受到，那個年代雖然物質上匱乏，但人們對生活有理想，有希望，相信努力就能改變命運。趙麗穎自帶觀眾緣，與黃曉明默契互捲。澎湃新聞小城大事的演員陣容堪稱含獎量爆表。孫浩在寫小城大事的人物小傳時，我就想好了很多角色的演員人選，寫完去打招呼，大家都欣然接受。趙麗穎應該是裡面最早的一個。當李秋平這個人物初具雛形，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麗穎，她的身上自帶一種渾然天成的可愛與無害感，這份觀眾緣很寶貴。澎湃新聞，這是你與趙麗穎的第3次合作，可以說一路見證了她的成長。孫浩，準確地說，是我們見證了彼此的成長。我很有幸和麗穎合作了3部戲，參與了她從一個新人演員到好演員，在往藝術家的方向前進的過程。麗穎演戲有個原則，沒想透角色的內核，絕不會輕易上場。她會把角色的每一處細節都放進心裡反覆琢磨，直至完全吃透，這一點從未改變。
拍《加油吧實習生》時，他很年輕，正好也飾演一個大學畢業生。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非常感性的演員，感性的接受，感性的釋放。到了《我是兇手》，拿到劇本時，我一直在想找誰比較合適。我希望帶給觀眾沒見過這個演員演這種角色的驚喜。於是我又想到了麗穎，她看了劇本也很有感覺，希望突破自己，我倆一拍即合。這個時候她在表演上已經有了一定的理性思維，會反覆糾結思考表演細節是否合理。這次合作小成大事，麗穎又進步了，她學會了將理性的思維化作感性的東西釋放出來。同時觀眾還能看到麗穎過去比較少流露的搞笑的一面，比如李秋平在鎮醫院打針，被扎的一秒破功，奪門而出，完全不冷靜不淡定了。那場戲麗穎把小明都演愣了，小明還現掛了一句小李同志發瘋了，喜劇效果特別好。澎湃新聞，你與黃曉明也是二搭，他這次出演的鄭德成，無論形象還是個性都突破很大。孫浩，鄭德成這個角色其實有點《亮劍》裡李雲龍的影子，他能讓粵海那群有錢的猴子信服，擺平別人搞不定的難題，必然是那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改革者，行事作風不拘一格，甚至是容易得罪人的，反而更能凸顯鄭德成的真實。小明在生活裡是個愛張羅的大暖男，平時我們組織什麼聚會，小明總能不知不覺成為核心，他來定主意，其他人跟着響應，這些特質都非常鄭德成。同時，小明也和麗穎有相似的追求。記得當時我問他，小明，你願不願意砸碎自己？他說我太願意了，就等着這樣的機會。事實證明他說到做到，還沒進組，小明就把鄭德成向全縣幹部鞠躬道歉這場重頭戲長達5頁紙的台詞全部背了下來。這份誠意和拼勁讓人佩服。澎湃新聞，你怎樣評價趙麗穎和黃曉明首次合作的表現？孫浩，他倆雖說之前沒有一起拍過戲，但彼此並不陌生，因為曾經一起錄過欄目綜藝，早就熟絡起來了。他倆也都沒接觸過這類題材，所以案頭工作都做得很扎實，在片場像並肩作戰的戰友。有時拍完一條，其中一人會忍不住說，你這段演得也太真實了，我也要調整一下再來一條，就這樣良性的捲了起來，越演越有感覺。有時他倆也會即興發揮，比如太平間那場戲，小明因為高度集中突然忘詞卡殼了，麗穎立刻反應過來，用李秋平的口吻自然地接了一句話提醒他，也讓這場戲變得更真實，更貼合人物。這大概就是好演員之間的默契。拒絕跟風，跨類型創作，求新求變。澎湃新聞，劇中哪一場戲讓你印象最深刻？孫浩，李秋平和鄭德成因為成長軌跡和行事風格截然不同，從一開始就注定會有摩擦，但他倆都懷揣着一顆無私奉獻的心，實實在在地踐行着為人民服務的理念。於是他們從最初的針鋒相對，到慢慢生出信任，最終達成禮節與默契。為此我們專門設置了一場重頭戲台風。這場戲是我重中之重的設計，且花開4朵。在這個關鍵情節，幾組人物的關係都在轉變。完成這場戲的創作後，我感覺整部戲的核有了。劇中粵海鎮遭到台風襲擊，大家為躲風雨，跑進一座尚未啟用的醫院。為了尋找可用的東西，李秋平和鄭德成下到地下室，正是醫院的太平間。剛進太平間，狂風就哐當一聲把門關上，鎖死了出路。這對平日裡性子迥異、針鋒相對的搭檔，從沒有機會坐下來好好交心。眼下外有呼嘯台風，內有海水倒灌，死亡的陰影籠罩在頭頂，兩人反而放下偏見，坦誠地聊起天來。在這場戲裡，農民幹部鄭德成突然對着李秋平背起了散文同路客，
聽得李秋平驚嘆：“書記，你居然還有這一面！”就在這樣一個與死亡為鄰的地方，他們談過往，談理想，在絕境裡說着生的希望。這場絕境中的交心，最後又變成喜劇。李秋平對鄭德成又笑又罵：“咱倆今天掏心掏肺說了這麼多，出去之後誰也不許往外講。”自此，兩人破除了芥蒂，真正達成信任和默契。台風這段對人物關係的刻畫太重要了，我們專門搭了景，足足拍了2天。第一天拍的是海水沒灌進來，第二天拍的是積水漲到齊腰。演員們演得也很投入，拍完大呼過癮。澎湃新聞，如果讓你成為大城小事裡粵海鎮的一個人物，你會怎樣設定？孫浩，我特想當粵海鎮上的一個傻子，嘻嘻哈哈地旁觀所有的故事，見證時代的變遷。就像天堂電影院裡那個見證了天堂電影院從興盛到衰落的瘋子。澎湃新聞，近年來從古裝、懸疑到現實主義題材，你一直在嘗試不同類型的作品，這種跨類型創作的動力是什麼？孫浩，我就想做能給觀眾新鮮感的東西。一部作品火了，同類題材立馬扎堆出現，這是我最不願意的。我始終認為，影視作品的核心是要求新求變，別人的選擇我管不了，只能把握好自己的創作方向。我今年58歲，在這一行摸爬滾打這麼多年，創作過不少作品，只是很多沒被大家熟知。比如早年我寫過幾個圍繞7年之癢展開的故事，後來剩男剩女社會話題興起，我又創作了大女當嫁大男當婚。這幾年因為慶餘年，我被更多觀眾認識，進一步被市場認可。但我不太想碰重複的題材，挑戰新鮮的東西才最有意思。只要是能合上我心裡的2把尺，無論原創劇本還是 IP 改編，無論古裝還是現實主義，我都可以試試。